欢迎您来到慢慢变好越来越好的频道。不论您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还是已经在追踪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都希望你将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5月15日。借贷投资是一项放大本金的工具，是否使用，需要自行评估风险报酬比后再决定。善用工具有机会可以事半功倍，若是没有完整的投资计划，任意使用一定会受伤。在还没有完整投资计划之前，建议您慢慢看我表演就好，不要冒险就绝对不会受伤。倘若您在观赏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时，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想要问讨论的内容，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用心在看，希望您在迈向财务自由的路上，有我们一路相伴。这集全持股实战说明会分享我使用多少借贷部位投资，如何使用杠杆借力使力，来增加股债部位，提高投资报酬率。然而，借贷投资有风险，务必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评估。投资操作需做好完整的规划。先奉上一首自创诗来送给各位投资朋友。投资获利有风险，对等报酬并不少，自负学识能力可。富贵可以稳中得，长头长尾都有彩蛋。跟您一起共勉之。以我自己为例，在借力使力，使用股利来缴房贷这个课题上，我从2019年就开始规划，还做了2份报告跟家人朋友说明，请他们用一般人的逻辑来听看看，能不能理解我的投资逻辑，或者投资逻辑上有没有什么问题。经过不断的规划、修正之后，一直到2021年6月才开始执行计划。我规划3年时间将房贷部位投入股市，实际进场之后，有很多心理关卡和考验，经过这些考验，才会转化成自己宝贵的实战经验。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好的操作。我一直在持续阅读，反思操作上的失误，做好改善措施，避免再犯，期待能最佳化投资部位。温馨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使用杠杆的投资方式，适合也有3年以上经验的投资朋友。倘若您是投资新手，请先认真做功课，制定好您的投资计划。建议您看戏一段时间比较好。如果要在看戏的时间上加上一个建议，我建议是3年左右，因为每3到4年都会遇到一次大事。从2008年金融风暴开始盘点的话，接着是2011年的欧债风暴，再来是2015年的中国股灾，再过来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然后2020年的新冠肺炎，最近一次则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与美国暴力升息。根据股海大事件盘点后可以发现，每3到4年会有一个景气周期循环，所以我们建议新手跟着我们走过一次3到4年的景气循环，我们带着您一起走过一次中型或大型股灾。倘若我们的资产配置能经过股灾的压力测试与考验，各位投资朋友就可以确定，适度的使用杠杆可以帮助您在资产上得到不少加成的效果。我们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一听到借钱投资就避之唯恐不及。我们电视上所看到的理财达人不是不会，而是不能。由于杠杆风险高，理财达人们不能直接跳到进阶班，直接教大家如何开杠杆套利，毕竟这是比较进阶班的课程。理财达人们必须求稳为主，比较不会让观众受到伤害，所以分享内容需以安全性为首要考量，先求有再求好。各位投资朋友应该要理解，先把基础打好打稳，才能在投资路上走一辈子。一旦自己的投资定见、投资策略都已经渐渐清楚了，那么最后一里路就是执行力了。我们全持股实战这个系列的影片，理论与实战兼具，透过实战操作说明与分享，也带您完整料理股市中获利的原理。或许这些经验分享可以强化您借贷投资的信心，也或许也可以帮助您加强您的执行力与投资信念。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是买公司，而不是买股票。让优秀的企业家和高手，比如台积电如此兢兢业业的企业，让优秀企业来帮我们卖命赚钱。我们都可以靠投资打造赚钱的分身，不用担心养不起未来，克服贪和怕2大敌人，用平常心面对股市震荡，财富会伴随着股灾而来。负债率是风险评估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用企业财报的观点来评估我们承担的风险是不是在合理的水位。负债率又是那一根棒子，观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知道负债那一根棒子的高低。资产负债表的棒子越低，代表在棒子上面是外面欠人家的钱，也就是负债。棒子的下方是股东出资的钱，也就是股东权益。你猜猜看，财务杠杆也就是那一根棒子上方的负债资本比较便宜，还是下方的自有资金成本比较便宜？答案是负债资本比较便宜，因为一家正常的公司跟银行借钱时，资金成本大约在 2% 左右。但是当您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投资资金进去之后，您会希望能获得更高的报酬率或是股息，例如 10% 以上，您才会想要投资，对吗？所以外部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内部的资金成本反而比较贵。
跟一般人认为内部资金，也就是股东出的钱是零成本的概念正好相反。如果一家经营超过5年有正常获利的公司，公司的那根棒子通常会往上移，代表股东出资越来越多，对外负债越来越少。为什么好的公司通常都有这个共通性呢？因为肥水不落外人田，企业的负债率如果超过 80% 就非常的危险。在投资上，我们要尽量避开负债率超过 80% 的企业。先说明银行不在这个范围里头，因为银行原本就是靠举债来赚利差的企业。谈负债率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买房的例子。我们买房子也是开了5倍的杠杆的，负债率 80%， 甚至是 85%。由于房贷年限可以拉很长，30年期，现在新青安还能拉长到40年期。有看我340万存股系列的投资朋友都知道，我的房子老旧，银行只核下来20年期的房贷，我需要布局更高殖利率的股票，才有办法创造出足够的股利来缴20年期的房贷本金加利息。以我目前的房贷利率是 2.29%， 自主 ETF 需要 6.5% 的殖利率才能创造足够的现金流。我在340万存股系列已经验证可行性了，在我妥善的规划之下，20年期房贷已经可使用股利来帮忙缴房贷了。30年期甚至是40年期的月付金更低，更容易做好股利缴房贷的规划和布局。借贷投资只要现金流不会出问题，在每月付金的缴费期限前可以准时还款，那么这笔借贷的风险是可控的。现金流是借贷投资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借贷投资的风险只有一个，现金流。目前我们的负债率占总资产的 40.53%， 在评估企业财报时，负债率建议是控制在 60% 以下。我们设定同样的标准，负债率会控制在 60% 以下。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 SMART 架构来定定目标。SMART 是一个缩写词，可协助您建立妥善定义，定定具体可实现的目标。SMART 代表着明确 specific， 可衡量 measurable， 可实现 achievable， 确实可行 realistic， 有时间限制 time bound 的目标。我们鼓励各位投资朋友先设定自己的财务自由目标，根据明确的 SMART 架构，我们来示范一个案例，帮助您更加深入的了解怎么样用 SMART 架构来定定财务目标。Specific 明确目标，可以是财务自由，不用再当上班族。Measurable 可衡量，必须是量化的指标，比如5年的年均投资收益大于100万。Achievable 可实现，受惠于台股大多投10多年，统计我过往8年投资含息年均报酬率约在 20% 上下。我们保守一点，抓 15% 的年均投资报酬率，100万年报酬相当于需要667万的投资本金，这个金额对我而言是可实现的。你也需要设定您可实现的金额。Realistic 确实可行。根据新生股海实战，设定 5% 到20% 的年投资报酬率都是确实可行的。倘若您的要求更高，那就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Time bound 有时间限制，比如预计用10年时间来达成财务自由。小结我们示范的案例，用10年时间达成年均投资报酬100万元，达成财务自由，离开上班族的生活。接着，我们鼓励各位投资朋友设定自己的财务自由目标。刚刚我也示范了如何用 SMART 架构定定合适的财务目标。根据运动场上的研究，有设定目标对比没设定目标的人，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幅度上差异30%左右。由此可知，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对于达成目标有着非常大的帮助。目前2023年的心情体验资料尚未公布，我们看2022年主计处统计的年薪 PR 对照图，年薪100万大概在 PR 83的位阶，年薪120万大概在 PR 88左右。由于我从学生时代就有记账的习惯，于是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延续记账到今天，所以我只要看一下记录，就知道自己钱花去哪里。要统计时，衣、住、行、娱、乐、固定支出、流动支出等等年度花费，都可透过分类整理之后，计算出各年度的花费总金额。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台湾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CPI 长期多落在 1% 上下，即使2022年、2023年分别达 2.95% 及 2.49%， 今年又因电价调涨，全年 CPI 再破 2%， 长期平均约在 2.03% 上下。即使把年度通膨率 2% 考虑进来，我设定100万的投资年报酬，约莫在 PR 80的位置，在20年之内，100万都足够我一整个年度的全部开销。所以我个人的财务自由目标就是100万的投资年报酬。由于股利和价差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不用说一定要是股利收入100万才算达成目标。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同，设定的目标金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建议您统计一下自己每年度的花费，盘点自己年度最基本的开销应该是多少金额，
以此标准来当做自己的理财目标。倘若您离财务自由的目标已经非常近，可以安心的将年度通膨率 2.5% 一并考量进来。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投资朋友，共勉共好，一起往设定的财务自由目标来前进。这里是我全持股实战布局现况，目前质押维持率是 270%， 持股总市值是 2951.5 万，扣掉负债的净资产是1900万。我抵押房屋贷款总共借了720万，我把它分成2个360万部位，其一是340万存股账户，用股利缴房贷的布局，这部分的布局陆续会在频道上来跟大家持续分享与更新。另外，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全球最佳的投资市场，所以我也规划一部分用副委托来布局美股。美股部位由于我在布局时考量到要负相关，于是约莫有200万的部位是投在阿里巴巴和陆金所。结果这两只陆概股至今能约莫负 60% 左右的拖累，美股绩效反倒是不如340万存股账户表现来得好。幸好美股自去年开始表现就非常强势，即使被陆概股拖累，至今美股账户也早早迈向正报酬了。一开始副委托我是使用元大证券的副委托，操作之后发现元大证券副委托低消是40元美金，一买一卖就收了我80元美金，还不含手续费，非常的邪恶。于是我做完功课之后，就线上开了永丰大户投美股副委托账户，除了低消降到15元美金之外，定期定额的费用也大幅降低。目前我美股的部位主要都是用永丰大户头在操作。永丰证券去年开始很积极的抢占市场，台股手续费在当月交易100万以内是2折，大于100万以外是28折。相较于凯基、元大都不愿意给手续费优惠，使用永丰证券可以省下不少手续费支出，挺不错的。凯基证券是我最先开始使用的账户，自2016年到今天，里头的股票由于布局的比较早，多数含息报酬率都早已超过 100%， 获利非常不错。由于我把台积电以及可以质押的好股票陆续的拨到元大证金系统质押，凯基证券里头的股票目前多数是可以借券出去收利息的股票，比如归创、劲丰、规格等等股票，经常可以借券出去收利息。最后剩下一小部分的元大证券以及未上市股票，目前也都是正报酬。以上市股票账户的概略说明，由于账户比较多，我们慢慢分享。目前我质押借贷部位是575万，由于维持率目前在很安全的水位，所以会在小幅增加美债的部位。有关于美债草船借箭的全部持股，我们也会定期跟各位投资朋友来分享。信贷部分目前使用100万，由于信贷的现金流支出比较大，信贷使用上我是特别小心。目前使用的房贷利率是 2.29%， 信贷利率是 2.23%， 永丰质押利率目前是 2.25%， 半年到期后就会升到 2.5% 了。元大证金的质押利率是 2.27%， 元大证金的利率比较低，所以我尽量用元大证金的系统来借贷。目前房贷与信贷年支付利息是 599,272 元，质押的年支付利息是 131,850 元。统计今年的股利收入大概会有 107,964 元。目前股利的现金流以及预留的紧急预备现金部位是足够支付房贷、信贷以及质押的利息的。目前整个现金流状况控制在安全的水位，质押维持率也是很保守的控制在 250% 以上。以上是我目前全账户持股的布局现况，其实还有非常多心得和细节，慢慢再跟各位投资朋友陆续来分享。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每周不同主题的更新内容，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在底下留言。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要再次提醒，质押借贷必须认真研究维持率，清楚了解自己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当的使用，才不会让自己受伤，避开投机不住10把米的窘境。倘若是一个全部是股票的质押系统，把维持率设定在 300% 是比较安全的，即使股价腰斩，维持率还有 150%。元大证金断头下限值 140%， 永丰证券断头下限值 130%。我目前质押维持率是控制在 250% 左右。由于我是建立股债平衡的质押系统，即使是遇到2008年的大盘下挫50%，也不太容易碰到断头下限值 140%。我是经过审慎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加上已有完整投资计划的情况下，才开始使用质押工具。温馨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质押维持率非常重要哦。接着是另一个必须再次提醒的重要观念，信贷、房贷的现金流非常重要，请做好现金流计算规划与安排。以下再重点分享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观念。第一个部分是现金的准备，倘若你有留意的话，可以从全持股实战布局表格中发现，我预留了200多万的现金，贷款的月付金是按月要支付的。若是工作不幸遭遇变故的话，200万可以让我有2年以上的时间应变，这对我来说是很安全的。所以我必须要建议各位投资朋友，
最好预留足够6到12个月生活费用的现金，作为生活紧急预备金。第二部分是建议您做好重要的保险规划，以抓大放小的原则，也会有最大笔支出的风险优先规划，比如失能险，一旦发生失能风险，可能是一辈子或上千万的事情，这种风险一定要先有妥善的规划。另外就是癌症险与实支实付，一旦碰上就需要花费上百万的部位，都需要事先预防。我们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过程很漫长，倘若过程中不幸遭遇风险，半路杀出程咬金，我们针对大风险也有所准备，如此便可安心的追求财务自由。只要做好抓大放小的保险原则，做好癌症险与实支实付的保障，什么住院医疗终身保险、终身手术医疗保险，都完全不需要。再过来，倘若我们不幸再遇到类似金融风暴的超级大空头，工作变故也同时间发生，最差的情况就是卖出部分债券或者股票，用以偿还月付金，争取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时间。只要妥善的规划，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应变能力都是绝对足够的。制定好投资计划后，耐心的照计划前进，长期累积就能赚取超额报酬，稳稳的迈向财务自由的目标。这集影片的知识内容充足，最后请耐心的听我说完免责声明。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理财经验分享，并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操作需小心，审慎评估，盈亏自负。投资理财有赚有赔，申购时需详阅公开说明书。我们向订阅者献上感谢，向看衰者献上祝福。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如果您有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收获，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我们下期再见咯。